王阿财啊，3天2头就请假。有一次，他没去上班，也没跟公司请假，老板打电话给他也不接，随后就用手机传讯给老板说发烧38.6度，并且还附了一张耳温枪的照片，照片上面真的是38.6度。老板一看，赶紧劝他就医，多休息，多喝水。挂完电话，老板越想越不对劲儿，刚才看到的耳温枪照片怎么那么眼熟啊？上网一搜寻，原来是截图。老板气坏了，怎么可以欺骗我？这下换王阿财真正的讨卡波的修喽。胡乃文开讲了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奇迹，肺炎高烧竟治好癌症。原来发烧竟有这种好处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，发烧是有好处的，有时还真像卖场的优惠价一样，买1送1，发烧就能治好癌症，我才不信呢！就他妈的，德国有一个医生叫做布什，他发现啊，原本罹患癌症的病人，因为一个肺炎发高烧，把肺炎治好了，高烧也退了，没想到这个病人的癌症竟然 long hold 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高烧可以把癌细胞给杀死，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这集内容如果你觉得很不错，记得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受益。退烧药、散热贴，治标不治本。退烧药要吃吗？一遇到儿女发烧，实在是紧张啊！我记得我的小孩啊，小的时候，他只要发烧啊，赶紧就送医院去，打个退烧针或者打一个很强的抗生素。现在想想都是在害了孩子啊！一遇到儿女发烧啊，实在很紧张啊，经常的想着赶紧打个针、吃个药、吊个点滴、吊大档，好能够退烧，担心孩子烧过头会不会把脑袋给烧坏了。其实我们要搞清楚啊，它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子的，是因为病菌病毒侵染到脑里头了，才引起了脑的发炎，我们现在称之为脑炎，或者有一种病菌呢，专门侵染到脑脊髓膜的地方，就称之为脑脊髓膜炎啊，引发了脑炎或者引发了脑脊髓膜炎才发烧，不是发烧导致脑炎，是这个脑炎的这个病菌病毒呢进去把脑子给感染了，脑子发炎了，才把脑袋给烧坏了的，并不是发烧把脑袋烧坏，而是病菌病毒把脑袋给弄坏的。所以脑子不是被烧坏的，是被病菌病毒入侵了才出现的状况。所以不能一味的只是吃退烧药，烧退了，病因没有处理，绝对不可以。于是呢，我们现在为了把这个烧给退，用什么冰枕啦、散热贴片啦，或者是塞剂啊等等这些东西，违背了身体的温度原来的设定。你身体一面在那里加温，一面呢你又丢冰块进去，使这个能量呢无谓的消耗，使用塞剂，甚至于把孩子的体温降得太快，使体温有过低的危险的疑虑。糟，吃退烧药，病菌恐留体内。退了烧，病就好了吗？我讲的这个观念很重要哦，大家要记住。发烧的时候，不要只顾着退烧，要找出真正发烧的原因是什么，是身体哪里出了状况。很多人以为发高烧啊，赶紧就吃一个退烧药，退烧病就好了。这会有一个风险，可能你的烧退了，结果呢，病菌、病毒或者霉菌等等还在体内作怪，说不定就演变成肺炎啊、喉炎啊、淋巴炎啊等等各种不同的一大堆问题。出现发烧不是坏事，透过发烧产生高温，启动了自己预病的能力，能够把这个病菌啊、病毒啊、癌细胞啊等等杀死。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儿呢？注意，我说发烧不是坏事，是让你不要对发烧太害怕、太焦虑，但不能不把它当做一回事，因为它还是一个警告。你就说，胡医生他已经说了，我就放任他，让他发烧，一直烧吧。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，这样会出问题。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要找出病因呢？我想你的经验里头是不是有这种情况？孩子一直反复发烧就医，你就要想想是不是把它烧退了，但病因没有解决，使得身体一直发出警告，反复发烧长达1、2个月。其实我要用中医的概念来说，这个人是太虚了。什么虚呢？气虚了。
太过度的气虚，那要怎么样才能根治呢？那你还是要找医生看诊，请医师帮你找出得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。例如说是风啊、是寒啊所引起的啊，病根在哪个脏腑，就要先去解决那个病根的源头，而不是只注意医生有没有给你退烧这个问题。刚才啊，帮大家把这个观念理清了一些哈，以后就算你发高烧已经退下来，你都要去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有把得病的原因解决了，这样才能够把病治好。发烧是一种神奇的自愈力。身体为什么需要发烧？发烧啊，本来是平衡身体的环境啊，那其实呢，它就是在治病的。现代的人呢，就以为这是警告的机制，其实它是治病也是警告。发烧是因为有了病才发烧，发烧是告诉你身体已经被病菌、病毒、霉菌等等所入侵了。中医就认为是受了风了、受了寒了，是风火暑湿燥寒都可能让人生病，应该要治的是那个病，而不是那个发烧。最近有一个医生啊，他在他的文章当中提到，芬兰曾经做过的研究，说感染沙门氏菌发高烧的小朋友2个星期就好了。没发高烧的呢，要3个月之后才能好。这也是一个原来发高烧也有的时候是在帮你治病了。其实啊，人是恒温的啊，人自己本身就能够维持恒温，有升温的系统跟降温的系统来帮助它做这个功能。身体啊，它本身就具备一个产热系统跟一个散热系统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在下视丘。这下视丘的前边是产热系统，后边呢是散热系统，而这个产热系统跟散热系统一起在这里合作无间，你的身体的温度就会达到恒温的状态。当你身体觉得环境冷了，它就开始要产热。那怎么产热呢？战斗啊，运动啊，用力呼吸啊，甚至于有的人他觉得是感冒了，其实不是，是他咳嗽了。他咳嗽了，也是让肋间肌、横膈肌用力的动，也是运动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身体就开始升温，以至于产生了热，以至于让你不要在那个冷的环境太过于冷下去了。好，散热系统的反应是这样的：如果环境热了，那就会让你身体呢流汗呐、小便多一点呐、或者是大便了，或者是吐啊，或者是各种方法，让你把这个热呢从身体里头带出去，帮助把温度降下来。你看人体是不是很奥妙啊？我以后也会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很多的知识，希望你会喜欢哦。加速康复，孩子发烧这样做。发烧了该怎么做？各位婆婆妈妈，如果你家里面的孩子啊发烧了，还要在活蹦乱跳的在客厅沙发上跳来跳去啊，规张吼吼。对，我教你怎么处理。你先看看他发烧以后，他喉咙痛不痛啊？如果喉咙不痛，让他喝一杯热水，然后盖个被子，把汗逼出来。记得逼出来以后擦干身体，不要立刻吹到风，这个病就很快的好了，烧也就退下来了。如果他在那里发烧，有一点喉咙痛，就给孩子喝一点果汁，帮助他利个尿啊，排出小便以后，也可以把病菌病毒也给排出去，同时呢，让身体里头的温度降下来。但是呢，还有一点，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把孩子先送医院啊，或者怎样啊。但是你先这样子的处理，而你说，那我喝什么样的果汁比较好呢？其实你冰箱里面有的，例如胡萝卜啦、西芹菜啦，还有黄瓜啦，把它混在一起榨个果汁给孩子喝一喝，先解决他现在的问题。但是送医院，让医生给你看一看，到底是哪里发炎了，哪里不舒服了，才会发烧的。白细胞怕高温，中医一招杀病毒。中医把病治好了，其实啊，不是中医把病治好了，任何医生都是一样，把病治好了，烧自然就退了。例如用桂枝汤、麻黄汤等等来让你出个汗就好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他发现到你的产热系统不够强，不能够发更高的烧，所以用桂枝汤、麻黄汤等等，让你身体发得更烧一点。更烧的时候呢，你的身体里头已经把那个病菌病毒给杀完了以后啊，你的身体的那个散热系统呢，它就开始要作用了。为什么？它发现到身体怎么这么热，好，它就开始作用。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出汗。
结果呢，你流了一个汗，结果刚才产热的时候把病菌病毒杀死了，现在呢过度热的时候呢，散热系统又被启动了，于是呢发出汗来，因此你的体温也就降下来了，而且病也真的好了，因为那个病可能就是风啊、火啊之类的这些东西，而现在呢是中风，就是风的意思，风火暑湿燥寒，这6个气里头的一个风气就让你发生病情了，或者那个寒气让你发生病情了，所以呢，现在就把你升温到某个程度，然后再散热到某个程度，这样子人整个的体温就好了。现代人啊，体温普遍都太低了，科学家发现，大约在35度的时候是癌细胞最喜欢的环境。当体温达到39.6度以上，癌细胞就会开始看到有一些渐渐的在死亡。这一集如果你觉得很精彩，请分享给更多的人。他艺术精湛，用艾灸治肿瘤。古时候的人也用艾灸来治肿瘤。元朝一位道士叫做赵道一的，他写了本书，书里头呢收录了一个人叫做鲍姑。这个鲍姑呢，他传授一个人叫做崔伟啊，他传授一种医术给这个崔伟。这个崔伟这个人啊，他很好心。有一天呢，看到一个老太太啊，她走路的时候因为脚掰着，结果呢把人家的酒瓶给打倒了，结果呢酒就洒掉了，而且酒瓶可能也破了。哇，这个崔伟他看到了，你知道这把人家的东西弄坏了的时候，那个主人就很火大，就打这个老太太。那崔伟呢就去帮他解难啊，付了一些钱了就过去了。然后呢，第二天竟然的有一个老太太呢就跑来找这个崔伟，他说啊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我在那个地方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，你帮我解难，我真的是觉得不敢忘记你，我觉得你实在是一个好人。所以呢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是会治疗肿瘤的人。我告诉你啊，怎么样做，就是用叫做月景冈艾，就是一种艾草啊，用这个艾呢去烧一烧那个肿瘤，那就可以治好了。只要一次，而且呢无不愈者，根本就每一个人都可以治好。于是呢，后来这个崔伟啊，他就看到了其他的人遇到了有肿瘤的，他就给他烧，结果每一个人都治好了。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，我的 YouTube 每一支影片下方都有一个超级感谢，点下去，欢迎你捐款赞助我们，支持我们做出更好的内容。另外，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脸书、IG 跟 Podcast 频道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